啊，我的手居然在发光，伤口怎么没了？碎裂的唐代玉佩，价值400块。这是，我的手竟然能识别物品的信息和价值，那我岂不是神之右手？小样，小样，你醒醒！小样，两位执意要离婚吗？第一，两位的婚后财产分配好了吗？房子和财产归他，我净身出户。两位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签字吧。安如雪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错就错在又穷又没本事，让我在家人面前都抬不起头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安如雪，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情分都不讲。我怎么走到嫂子店门口了？这不是小燕吗？自从我和他老婆的哥哥退了婚，就只有小燕人喊我嫂子，还时不时来店里帮忙。嫂子，小燕，你先坐着休息会儿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啊。我的手居然在发光，伤口怎么没了？碎裂的唐代玉佩，价值400块。这是，我的手竟然能识别物品的信息和价值，那我岂不是神之右手？小燕，小燕，你醒醒！小燕，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担心，我摔碎了那个300万的玉佩，我没钱还，还没钱给你看病，我这一时情急，这才哭了。原来是因为我呀，嫂子你放心，钱我来想办法偿还。还有，我的身体已经好了。不用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把古董店卖出去。嫂子，这古董店可是你的心血，绝对不能卖，钱我来想办法，你相信我。神之右手怎么忽然发热？难道有宝贝？嫂子，外面有动静，我去看看去啊！你就收下这个东西吧，这是我家祖传留下来的，说是值不少钱呢，肯定能抵得上我家老头子的医药费。大妈，我们这里是医院，抵不了医药费的。求求你了，你就收下吧。哎，大妈，你那东西能给我看看吗？青花阴系杯，价值300万元。300万，刚好能够抵了玉佩钱。小伙子，你能给5万块钱吗？只要你给5万，这东西就是你的了。大妈，你这东西我要了。哎，小燕，我觉得你再好好想想吧，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假的，那青花的颜色一看就是染上去的。嫂子，你相信我，它一定是个真品。可我不管怎么看，它就是个赝品啊。小伙子，你刚答应过我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哎，大妈，你放心，我不反悔。嫂子，你放心，你先借我5万块钱，稍后我就还给你。小燕，我怎么感觉你被骗了？哎，没事儿，你相信我，咱们先回病房，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嫂子，这5万块钱不会打水漂，不信你等着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估计啊，是那个大妈不懂行，想要东西看着好看点，就在上面涂了层颜料。这杯子釉色中泛青，花色清淡，英系图纹式夸张，笔意简含，还真是真品啊！不知道陆老板估价多少钱？这杯子
至少值300万。那我们不就有钱还账了？我现在就去找买家，然后把钱赔给客人。你和那个安如雪离婚之后，现在住哪儿啊？嫂子，其实我已经被净身出户了，没地方住了。什么？那安如雪也太狠心了。我这里倒是有一间空房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先住着。不嫌弃啊，多谢嫂子收留我。你之前经常来店里帮我，我现在帮你也是应该的。嫂子，你身上有没有零钱呢？我这里有几百块钱。应该够了。接下来啊，就看咱们运气怎么样了。小燕，你要干嘛？嫂子，我带你去掏古玩去，走。怎么样，周爷，看有没有相中的？我这里可都是真货。清代咸丰年间孤品古币，价值100万。100万，我就随便看看。老板，你这钱币朝代还挺齐全的。这位爷，您真有眼光，我这儿别的不说，东西绝对齐全。全是网上批发的，能不齐全吗？哎，这个多少钱？哎呦喂，这位爷，您可真有眼光，这可是明代的古币，今天也是跟你有缘，一口价100块。这样吧，50块钱让我随便挑2样。哪有您这样还价的呀？不行就算了。哎，别走啊，都听您的，摊上的东西您随便挑。行。小燕，你为什么花50块钱买2个假币啊？我这可不是假币，这东西最少值100万呢。这竟然是清代的啊！咱们去找个靠谱的地儿，赶紧给它卖出去。我怎么觉得你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？咋不一样？之前你根本不会鉴宝，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样不也挺好的吗？我以后也有能力赚钱了。老板，这是咸丰元宝？没错，这是咸丰元宝，宝泉局当中的雕母，品相可谓是上乘啊，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孤品啊。看来先生也是行家呀。先生心理价位是多少？一口价100万。老板也是懂行之人，应该明白我没多要吧？先生也是痛快之人，100万就100万。行。小燕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！5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，转手就卖了100万。小点声，别被别人听到了。走吧。两位有什么事儿吗？刚才可是你在聚宝斋转手了1枚古币。没错。有啥事儿？你还敢问有什么问题？人家说了，你那玩意儿是假货，赶紧把你那100万给吐出来！原来这是想黑吃黑呀。小燕，现在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嫂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，你们要是敢乱来，我就去报警。嘿嘿，那咱就看看是警察来得快，还是咱的刀快。你小子还想徒手打刀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这神之右手也太牛了吧！竟然给了我这么强的手臂力量。小燕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现在不仅鉴宝技术好，而且这武力值也这么高。我这都是没事的时候瞎练的。走吧。还好今天有惊无险的回来了。想必您就是古董店的老板陆小姐吧？你好。久闻陆小姐鉴宝技术一流，今日啊，想请陆小姐帮忙鉴赏一下东西。快请坐，我们坐下慢慢聊。还请陆小姐长长眼。这是明代王建的《取经峰峦图》。这神之右手也太牛了吧！竟然给了我这么强的手臂力量。小燕，
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现在不仅鉴宝技术好，而且这武力值也这么高。我这都是没事的时候瞎练的。走吧。啊，还好今天有惊无险的回来了。想必您就是古董店的老板陆小姐吧？你好。久闻陆小姐鉴宝技术一流，今日啊，想请陆小姐帮忙鉴赏一下东西。快请坐，我们坐下慢慢聊。还请陆小姐长长眼。这是明代王建的《取经峰峦图》。陆小姐可鉴赏清楚喽？确实是出自王建之笔的。那敢问陆小姐，这幅画价值几何呀？保守估计至少价值1000万。先生，不知可否让我看一看？可以啊，请。普通画作价值50元。依我看，这幅画呀是赝品。小燕啊，你别乱说话。我不是，先生，何以见得呀？啊，嫂子，你仔细看看这幅画的纸张，再摸一摸。这纸张确实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哎，画出这幅赝品的人确实把原画模仿的是惟妙惟肖啊。但是啊，赝品终究就是赝品，这是金花笺，这种纸张是清末独有的，怎么可能用在明代的画中呢？原来是这样呢。这是金花笺，这种纸张是清末独有的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明代的画中啊？哇，想不到这位林先生在鉴宝方面竟有如此高的造诣啊！老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是我看走眼了。没关系，陆小姐，我之前呢跑遍了整个南疆市，找了无数鉴宝师，都说这幅画是真的。先生，既然您知道这幅画是赝品，怎么还找我们鉴定啊？林先生，您的鉴宝技术让在下十分佩服，还请林先生明日一步去我家为我家老爷鉴赏一样东西。不知您家老爷是？林先生，明天就知道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来接林先生。没问题啊，荣幸之至。好，那林先生，我先告辞了。没想到你的鉴宝技术都在我之上了。既然你都这么夸奖我了，以后啊，我就在店里帮忙，报答你的收留之恩。真的？你要来我店里啊？对啊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嫂子，小燕，怎么了？嫂子，我想问问我那个房间灯开关在哪儿？你房间那个灯的开关在床头后面。当时装修的时候搞错路线了，我去给你看。哎，不，嫂子，你就在这休息就行，我不麻烦你了。各位，请先在客厅稍作等待，我们家老爷随后就到。这来鉴宝的人那么多啊！这应该是司徒家秘密举行的鉴宝活动，邀请了这么多鉴宝大师，估计这次让我们鉴赏的宝物不容小觑啊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司徒家精挑细选的鉴宝大师，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。哎，哪里，家主啊，谬赞啦！我前些日子得了一件东西，找了很多行业内的人士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想请你们来看一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既然连大师们都认不出来，看来这东西来头很大呀。今天要是有人能弄清楚这个东西的来历，我司徒家愿意出1000万鉴定费。1000万？是。来，各位请看。这个东西我找了很多的专家鉴定是什么材质，都一无所获。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谁能替在下解惑？家主啊，
此物应该是古人用来盛菜的盘子，上面的特殊文字啊，应该是部落或者氏族才有的特殊文字。哦，这位先生，你难道知道这是什么材质？恕在下才疏学浅，不知是什么材质。哼，又是一群废物，竟在这浪费老子的时间。那个，我有一些见解啊，但是需要摸一下才能得到验证，不知可否一试啊？那你暂且试一下吧。哎，西甲盘由龟壳制成，用以记录和保存文字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司徒先生，这可是西甲盘。你说是就是，你怎么证明啊？这西甲盘的用途啊，就是古人用来记录和保存文字的。这上面呢，就是古人刻的字。至于这西甲盘的材质啊，是乌龟壳。乌龟壳？你怎么知道这是龟壳？连最先进的仪器都检测不出来。现在的科技虽然发达，但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，就是再先进的科技，它也不能搞清楚咱们的历史，不是？哦，这么说，你能证明这是龟壳？这个简单啊，帮我准备一盆盐水即可。好，是。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。司徒先生，您请看。这水真的变颜色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古人为了使龟壳能够完好的保存，涂了一层药液。也正是这层药液的干扰啊，您那些设备才没有检查出来。你能为你说的话保证吗？您可以找人再检测一遍。如果这不是乌龟壳的话，我林某任凭处置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果然非等闲之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燕，我也是略懂一二。现在像你这样有胆魄的年轻人不多了。既然你说它是龟壳，我就暂且相信你。那多谢司徒先生。司徒先生，你不能听他一时之言，你最好还是再做一下检测吧。就是啊，万一他是诓骗您呢？都吵吵什么？司徒岗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。请吧。哎呀，年轻人，后会有期呀。司徒岗，把赏金给这位林先生。是。林燕，刚好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要举办鉴宝大会，我看你资质不错，你也跟着一起去吧。小燕，你快答应他，这可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。多谢司徒先生赏识，晚辈一定会去的。嫂子，你为什么说让我去参加龙家的鉴宝大会？你听说过龙家吗？这么说吧，龙家是南疆市最有名的鉴宝世家，每个鉴宝师呢都以参加他们的鉴宝大会为荣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司徒先生让我也参加。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小燕，你这也太好了，我刚好没有参加过这个鉴宝大会，到时候正好可以见见世面。行，走。怎么了，嫂子？我刚想起来，到时候安家也会来，你在这个鉴宝大会上可能会遇到他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嫂子，这事我早就释怀了。那就好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也就不用担心了。林燕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当然是有人邀请我来的。不可能，龙家根本不会邀请一个废物，你肯定是使了什么手段才来的。懒得理你。哎，这龙家可真有钱，连会场都布置得这么豪华。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丢人现眼。幸好跟你离婚了。那你不得谢谢我？林燕，要点脸吗？还敢让我姐谢你？行了，在外面吵架，成何体统？走。欢迎大家前来参加龙家的鉴宝大会。下面我们欣赏第一件宝物。这第一件宝物就由林燕先生为我们讲解一番。林燕是谁啊？我怎么完全没听说过？这林燕我知道啊，她就是个一窍不通的废物。龙家怎么会点名让她来开场？龙家竟然会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鉴宝，你就等着被嘲笑吧。你咋知道我啥都不会？所有人都知道，在安家的这么多年，你是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吸我们安家的血。既然你非说我废物，那我就让你看看
我的实力。哼。林先生，请。翠玉雕盘龙头簪，价值300万。我鉴定好了。这什么？林先生，您说您已经鉴定好了是吗？哪有人拿起来看一眼就能鉴定出来的？林燕，你要是不会就直说嘛。这林燕是来搞笑的吧？不会就赶紧下来，别在上面不懂装懂。林先生的速度果然是快啊！那就有请林先生给大家讲解一下鉴定结果吧。这只啊是晚清时期的翠玉雕盘龙头簪，簪身呢是由一整块翡翠精雕而成，簪头啊制成了龙头的模样，上面雕着一颗红宝石，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林先生果真是厉害啊！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鉴定，还讲出了这么多的信息，真是让人佩服啊！哪里啊！不知道林先生为这簪子估价多少啊？我给出的价格是300万啊！300万！林先生给出的价格是300万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个簪子究竟价值多少呢？没想到林先生给出的价格与我们的正确答案分毫不差，让我们感谢林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鉴宝开场。你是不是提前看了答案？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这可是龙家的鉴宝大会，我上哪知道答案？你就承认我有实力吧。切，我信你个鬼！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件宝物让大家来鉴定，有意愿的可以上台。嫂子，这台上的东西怎么看着这么一般？龙家怎么这么小气？你小声点，别让别人给听见了。这才是第1轮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还有第2轮？当然有了，第2轮是团队竞猜，据说能赢得胜利的，第2年会获得龙家的鉴宝请柬。龙家鉴宝大会的请柬不是送的吗？并不是，龙家每年送出的很少，别人要是想参加，就得在前1年开始努力。这么刺激啊！嗯，那要是输了，岂不是很丢人呐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安家7年前输掉了龙家的鉴宝请柬，后面都不能参加。今年是龙家主动送请柬，他们才能进来。怪不得我在安家那几年都没听过他们说这事儿。现在我们开始第2轮比试，2人组成一队，与另一队进行 PK， 分别鉴定2个宝物，在规定时间内写出其鉴誉及价值。林燕，敢不敢跟我比比？绝对让你输得很惨。比就比呗，走。现在比试开始。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东西。我相信你以后见到的比这个还要贵重。白玉活环龙耳3足盖炉，价值600万。我才刚开始看你就写好了。嫂子，你相信我就行了啊。我相信你。安大少，你不会鉴定不出来吧你？要你管，快走开，别影响本少爷思考。好，不影响你思考，你慢慢看啊。时间到，请各个人员公布你们所写的答案。林先生写的是白玉活环龙耳3足盖炉，价值600万。让我们公布正确结果。又和正确答案毫无差别，林先生真是厉害啊！这林燕还真是有点实力，看来外界的传言不可信呐。确实啊，能准确无误猜出宝物价格的人不多见了。那台上所有人都已经作答完毕，究竟谁获得了第2轮比试的胜利呢？由于林先生这一队用时最短，所以他们获得了胜利。姐，怎么办？这次我们又没拿到龙家的请柬。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问谁？没想到啊，林燕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隐藏自己的实力。我干什么你天天不关心，现在又怪我隐瞒。反正我跟你离婚了，你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就是。走。下面我们开始第3轮的比试。我们准备了5个一模一样的宝物，但是只有1个是真品。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谁最先找出真品，谁就获得胜利。接下来我们将随机抽选出3位人员上台作为选手，请看大屏幕。
有请大屏幕上的3位人员上台。林老弟，着实实力不凡啊！刚才看你鉴宝的场面，实在让我大饱眼福啊！你是谁啊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松鼠。既然3位人员都已经上台，那我们第3轮比试现在正式开始。田黄双生扭方章，价值100万。林先生写的是3号，现在所有人员都已经作答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。3位选手都给出了正确答案。但是林先生用时最短，所以第3轮的比试，林先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现在你们手上所拿的是我们龙家专门制作的纪念牌，是龙家给你们的奖励。竟然是纯金的纪念牌，分量还挺重，起码值个50-60万。龙家有钱果然就是任性。哇，这么大手笔啊！这龙家的奖励果然非同凡响。不就是一个破纪念牌吗？瞧你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穷酸。确实啊，就是一个破纪念牌。可有些人他没有呢，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就这玩意儿，给我还不要呢？你有什么好炫耀的？行了，大庭广众之下吵架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燕，我的吹风机坏了，你帮我擦一下头发吧。行。不行，她可是我嫂子，我怎么能如此禽兽呢？小燕，你今天可真是太棒了，有好几个人都在向我打听你呢。哎呀，我现在都变成被别人关注的对象了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现在就想先赚钱，等到赚够了钱，生活有了保障，再考虑其他的。哦，嫂子，擦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小燕。啊，小事一桩，有啥好谢的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在吹风机修好之前，你都给我擦头发吧。乐意之至。走不长眼啊你！万一划伤我新买的衣服怎么办？明明是你先撞我的，死老头，你还敢倒打一耙？良渚17，兽面9节丛，价值未知。我看倒打一耙的人是你吧？我这店门口可是有监控的，不然咱们进去看看，看到底是谁找事儿。算你今天走运。小伙子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杨教授啊，你一个人出来，怎么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贵重的东西啊？你拿这么大一个密码箱，谁都知道这里面有宝贝。要不我去送送你吧？哦，接我的人马上就到，就不劳驾你了。那我回去了。我的箱子！谁打我？抢东西你还有理了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起来？杨教授，您的箱子。哎呦，这是良渚17的兽面9节丛啊！杨教授，这么珍贵的宝贝你都有啊？小兄弟，
你这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何物？我家是开古董店的，对这种宝贝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小兄弟啊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。杨教授过誉了。不过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怎么就一个人这样拿着呀？这过2天有一个玉石交流会，这个兽丛啊是一个压轴展品，怕人多走漏了风声，我要亲自护送这个箱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小兄弟啊，我看你是个行家，想邀请你参加玉石交流会，你一定要来出席啊！那我一定到。哎，杨教授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，你这一个人啊不安全。啊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小兄弟。哎，走。哎。我是那个杨会长请过来的，能不能进去啊？先生，你有请柬吗？请柬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请柬不让进。林燕，你这个废物来这里干什么？你都能来，我咋不能来？你来了又怎样？我刚都听到了，你没有请柬，根本进不去。你咋知道我进不去？死鸭子别嘴硬了。如果你现在能来求我，说不定我大发慈悲能带你进去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很好，既然你这么有种，那你就继续待在这儿吧。你要是能进去，我给你50万。哎，这是你说的啊？到时候可别不认账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进去。哟，小林兄弟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保安大哥说我没请柬。哎呦，看我这脑子，上次啊忘给你请柬了，那这次直接和我一块儿进去吧。行。哎，你怎么会认识杨会长？我咋不能认识杨会长？一定是你使了什么招数，我就不信你这个废物能得到杨会长的青睐。哎，信不信随便你啊！哎，你别忘了把50万转给我。哎，走走。哎呀，走。请坐。林老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当然是我邀请过来的。老师，你说那天晚上帮你拿回箱子的青年，不会就是他吧？对，他就是林燕。那太幸运了，我们刚好认识啊。哦，那既然你们认识，我就不过多介绍。你带他到处转转，离交流会还早呢。好，放心吧，我带他转转。想不到老师说的就是你啊！我也没想到你是杨教授的学生啊！哎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啊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这块看着挺不错的，这块也不错。哟，这地方还能赌石头呢？对啊，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这石头里面啊，也有玉石啊，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儿？怎么样，想不想玩玩？看看。哎，玩这块不错哎。林燕，你一个废物来这里干什么？会看吗你？你谁啊你？敢骂林燕是废物？我看你才是废物吧！好你个林燕，居然敢找别人来维护你！你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天天在这里狗叫！你竟然敢骂我是狗！你竟然敢骂我是狗！行，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看你能开出什么东西。行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啊。哎，你说他怎么从这废料里去啊？高纯度冰种翡翠，最低价值4000万。林燕老弟啊，那些都是废料，是别人切过的，要不你再看看别的？这废物啊，就是废物，连石头都不会选，就要这块了。林燕，你就等着被我嘲笑吧。这个人是新来的吧？什么都不懂啊！这石头这么小，里面能有东西吗？这小子估计白花钱了。林燕，这下你要血本无归了。不对，这石头才500，压根就没下血本，果然是个没钱的废物。林燕老弟啊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哎，师傅，麻烦你帮我切一下，就按照我画的这个线切就行。好。这是冰种翡翠，没错，还是纯正的冰种。我去，真是见了鬼了！林燕老弟，
你这什么逆天运气啊！兄弟，慢不慢？我出2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我出4000万。兄弟，你要发了呀！不可能，他运气怎么会这么好？这有啥不可能的？我开出了冰种翡翠，你说这是不是事实啊？哎，林燕老弟，既然你手气这么好，帮我也选2块，拿到的钱分你一半。行。真的假的？林燕老弟，你看这块怎么样？能出好东西吗？石头无价值，石头无价值。好东西可以买。哎，行。啊，你怎么插队啊？把石头放下来。凭什么？到我手里了，他现在就是我的。不是，哎，师傅，帮我切一下。林老弟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得赶紧把石头拿回来啊！那石头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刚才说的话是我专门炸他的。继续切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下有好戏可看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林燕，你不是说里面有好东西吗？哎，我可没说过。松鼠是不是你说的？不是啊，没有。好你个林燕，竟然敢耍我！你这不是冤枉人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要把石头抢走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就是啊，当时我可让你把石头放在这儿的，你自己不听，可不能怨我们。这人真有意思，明明是自己拿的，还怪别人。有些人就这样呗，开不出货来就想赖账。还说林燕是废物，我看你才是废物吧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戏耍我的仇我记下了，我要回去告诉我姐，让她来教训你们。都多大人了还告状，哎，简直是大快人心啊！这种人就该好好教训一下，谁让他骂你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谢谢你啊！哎，兄弟之间说什么谢不谢的？走吧，好戏看完了，该去参加交流会了。走。杨会长，听说前2天杨兄保管的玉琮差点被偷了，可是真的？确有此事。幸好有林燕兄弟，最后我那个玉琮完好无损的又回来了。不知这小兄弟是何人呢？这小兄弟应该你也知道，就是在龙家大会上小胜令爱之人。原来是他。那位是谁啊？他是南江市鉴宝协会会长，也是沈怀念的父亲，和我老师是多年的死对头，每回见面都要互相嘲讽一番。原来是这样。杨兄啊，这交流会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咱2人找人比试一番，给大伙助助兴。哟，你想怎么个比试法？你我2人啊，共同找一人，然后再选10件玉器，由他2人上台鉴定，谁鉴定的快，鉴定的好，谁就为赢。好，比就比，最后肯定是我们赢。这光比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咱们再给他们添个彩头。哎呦，这沈兄出手如此阔绰，不就是图个乐吗？行，既然沈兄拿出如此贵重的物品当彩头，那我也不能低了不是。这是我前2天刚到的玉碗，那就拿它来当彩头吧。杨兄大气。沈兄决定派谁来迎战呢？那当然是小女了。那我可只有派我方的林燕来参赛了。小兄弟你可否愿意参加？能被杨教授选中，那我深感荣幸。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行，那我们双方既然已经选好人了，就上台挑食吧。杨兄，请。林老弟，你这次一定要赢过沈怀念，替我报仇啊！报仇？报啥仇？你有所不知之前每次碰到他们，总要让我和沈怀念比试一番，每次他都压我一筹。你说这样我跟老师的面子往哪搁呀？放心，这次我帮你赢回来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，绝不能让他们这么豪横下去。听说了吗？杨老和沈老又开始比试了。这次不会还是杨老的那个徒弟比赛吧？那不用比就知道结果了，还是沈老的女儿赢啊。
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不是，听说这次养老不是派徒弟，而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听都没听过，那有什么厉害的？这还比什么？林燕老弟，这次可就全靠你了，给我狠狠打他们的脸。放心。应两位会长要求，现在加设一场比赛，有请双方人员上场。林燕，这次我一定会赢的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我们准备好了纸和笔，双方人员鉴定完之后，分别写下这些玉石的剑语及价值。现在比试开始。凤凰缠枝花雕扣，价值500万。请。名士八宝纹玉镯，价值300万。我鉴定完了。林燕先生最先完成，让我们给他来点热烈的掌声。没想到林燕这么厉害，挑选宝物的速度比沈大小姐还快，才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，正常人根本做不到。不过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，如果她选的全对，那才叫大获全胜呢。是啊。沈小姐也已经完成，现在有请两位会长上台，检验他们的鉴定结果是否完全正确。没想到林燕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，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全写对了。那当然，也不看谁选的人嘛。来，看到没？令爱这里可写错了，这玉镯是和田玉，并非汉白玉呀。哼，这都是你们侥幸。现在请两位会长宣布比试结果。沈兄，你来吧。这次比试林燕获胜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比赛我肯定会赢的。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脸？快跟我回去！哎，沈兄，请留步啊！还有什么事儿？沈兄，莫非是忘了你的彩头还没有给？那杨教授，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林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当我们协会的副会长啊？什么啊？我问你，愿不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不许反悔。行，好，现在由大家来见证一下，林燕加入我们的玉石协会，做我们的副会长。什么？玉石协会副会长？多少人挤破头想要的位置，就这么给了一个毛头小子？就是啊，杨会长，你怎么能做如此草率的决定？会长，我不服，他一个无名小卒凭什么当我们协会的副会长？就凭林燕，他有这个实力，不能光通过这次比试就判定他有这个能力吧？那你想怎样？要我说，不如举办一场鉴宝大会，让我们的成员每人拿出一件东西，让林燕来鉴定。如果林燕鉴定的对，那我们就认可他。林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问题啊，我一定能让他们信服我。好，不愧是我看好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比吧，我一定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别太嚣张了，我们也不是吃素的。既然你应战了，那3天后玉石协会大厅，我们等着你。那咱们一言为定。你也来了？哎，今天这比赛你有把握吗？哎，今天来了好多有名的大师啊。对呀。哎，林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协会的人呐都来了，就是为了跟你比试。来，走。杨教授，哟，来了。原来你就是林燕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那既然人到齐了，那就开始比试吧。
这是与你比试的人，他们拿着各自的看家宝，让你来鉴定。只要你能说的让他们信服，就算你赢。这样，大家排成一队吧。我看大家都聚在一起，都看不过来了。排队排成一排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能耐。清朝玻璃种翡翠平安扣，价值200万。这个是清朝时期的翡翠平安扣，市面上极其少见，估计被很多人温养过吧。没想到这你都能看出来，这平安扣是我家祖传的宝贝，每一代人出生后都会佩戴这个平安扣保平安。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下一个。民国貔貅由汉白玉雕刻而成，价值100万。这是民国时期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貔貅，这雕刻技术如今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。这是我祖上所雕刻的，不过你还看到其他特殊之处了吗？你是想让我说这貔貅是由2个人雕刻的吧？对，这你竟然都知道了。哎，这真的是2个人所刻吗？我看着也没什么不同啊。之所以看着没什么不同，是因为这2人师承同一人，这雕刻手法呀，自然也是一样的。可是你怎么又看出来这不是1个人所做呢？这貔貅它的左眼窝呢比右眼窝略深一点，这也是个人习惯所致。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，连个人习惯你竟然都知道，在下佩服。你这是修复过的吧？还能看出痕迹呢。不是吧？这你都能看得出来？我修复的明明挺好的呀。鸡心佩，明朝的，过。缠枝连纹紫玉镯，前不久刚做的吧？过。珊瑚18子，唐朝的，但是你这有一子是假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我花大价钱从我发小那里买来的。哎呀，你是被人骗了，被人做了手脚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呀！你不信可以找在场的人鉴定一下。没想到这个人，你们竟然骗我！我去找他算账去。好，在场的还有谁要和林燕比试的吗？对了，我这儿还有个小碎片，想请林小友帮忙看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前不久刚出土的玉石碎片，因为能力有限，其他的部分拿去让鉴定科用仪器鉴定去了，正在等待鉴定结果。竟然还有林兄看不出来的东西。我又不是万能的。林老，可否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西周时期御苑碎片，所刻图案为周天子特有，象征周王室权力，价值500万。林燕鉴定不出来也没事儿，这林兄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，竟然拿来为难你。这话呀不能这么说，我是看林小友实力很强，拿来让林小友帮忙看一下。我已经看出来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看出来了？这个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召唤诸侯的御苑，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，连林老都鉴定不出来，他随随便便就说出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就是这谁信啊？除非他开挂了。我还真就是开挂了。林小友，你确定这就是西周的御苑吗？林老，您请看，这个图案是周天子特有的，代表着周王室权力的象征。这种图案我从未见过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总不能说我用神之右手摸一下就能知道宝物所有的信息吧？算了，只能瞎编了。这个我小时候看到一本古书上写的。那可否拿过来让老夫瞧瞧呢？不好意思林老，前不久这本书呢被烧毁了。这样啊，
太可惜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这书刚好就被烧毁了，这一切该不会都是你瞎编的吧？哎，你也瞎啊！刚才林燕可是鉴定了一堆玉石，实力是有目共睹的，怎么可能说谎？但是仅凭他一面之词，怎么就能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你……喂，啊，什么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电话里说什么呀？林燕，你说的全都对，你猜的和鉴定科鉴定仪器鉴定结果完全一致。对上了就好，省得别人啊说我在这儿瞎编。刚才你们反驳的那么厉害，怎么现在没人说话了？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既然没有异议，我现在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林燕就是我们玉石协会的副会长了。林燕呢？这是我们协会的玉牌，出门在外拿着玉牌好办事。多谢杨教授。兄弟啊，恭喜你啊，一下子又当上了副会长。有了这个身份在，再也没有人敢骂你是废物了。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嫂子。小燕，还愣着干嘛？快来吃饭啊！哇，嫂子，你怎么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饭？小燕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现在谁还不知道你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啊？这才当上你就知道了，消息这么快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消息不快怎么行啊？说的也是。不过，你之前就知道要比试了，怎么都不跟我说啊？那事情不是还没成定局吗？我就想着等我真的当了副会长，我再跟你说的。好吧，这次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下次有什么事啊，一定要提前跟我说一声。知道了。快吃饭吧，菜都该凉了。嫂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有什么事你直说就行了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现在手里啊，已经有了6000多万了，我就想着你把那古董店改成玉石店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之前赌石开出来的料子卖了有5000多万吧，司徒家的鉴定费有1000万，还有赢过来的那个奖牌，跟玉石器件卖了，差不多就这么多钱了。天哪，小燕，你现在都有这么多钱了？我是想着吧，现在靠赌石鉴定啊，它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咱们这古董店其实没有多少生意，我就想着，不如咱们直接做玉石生意。这个事儿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这毕竟也不是什么小事啊。对不起啊，嫂子，我太心急了，没跟你先商量一下。你也是为了我好。这样吧，为了不让你久等，我明天就给你答复。好，快吃饭吧。嫂子，你干嘛呀？吓我一跳。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我同意改行做玉石生意。你认真的同意了？但是有一点啊，做生意一定要学会及时止损。还有，以后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放心，我都给嫂子汇报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开始做准备。嫂子，今天咱们就先去个别的地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现在有钱了，我想给咱俩换个新房子。怎么？你嫌我这个房子太小了？怎么会啊？就是条件好了，我想让嫂子住得更好一点。小燕，你真好。请问两位是想看房子吗？我们想看看别墅，你们有吗？两位看这边，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楼盘，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地理位置，都好的没得说。你们这儿就只有这些小户型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。两位是对这些房子不满意吗？那你们想看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？哎，嫂子，你看那个怎么样？是挺不错的，就是价格有点贵。
我现在有钱了，贵点怕啥？哎，你们那个山顶的别墅还有吗？还有一套啊，这个别墅要1000万。我当是谁呢？怎么，你这个穷光蛋不会是来买房的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买房了，不像某人没钱还要来看房子。谁说我没钱了？这卡里有1000万，密码6个8，现在我就付款。好的，先生，我这就给您办理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都净身出户了，怎么可能还有钱？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哼，房子已经办理好了，2位随时都可以入住。什么？林燕，你这个穷光蛋还真有这么多钱？我都说了我有钱，你还不信？我要回去告诉我姐，你居然背着她藏了这么多钱！哎，我这钱是跟你姐离婚之后我自己赚的钱，跟她没什么关系。你骗人！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赚这么多钱？你爱信不信？我这就回去告诉我姐。嫂子，咱们再去买辆车，再回来看别墅吧。啊，2位请慢走。哎呀，现在房子有了，车也有了，钱也够用，是时候弄一番事业出来了。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哎，我准备呢，去原石市场淘一批料子，再用里面的玉料呢做一批摆件，品质好的呢就拿去拍卖会卖，不好的稍微次点的就放咱们店里边卖。虽然听着有风险，但感觉还不错，你放心去做，我无条件支持你。嫂子，你说当初要是我娶了你，该有多好啊！小燕，你别瞎说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不做古董店了，那是不是应该换个名字啊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就叫陆宝斋。这个名字听着还不错啊。明天一大早我就去原石市场进一批料子去，以我的实力，肯定能淘上一批好的。嘿，你谁呀？敢打扰老子睡觉？老板，我来买石头的。我们这里最少一次买100个，你有这个钱吗？你别看不起人嘛，我带足了诚意来的。行，我这就带你去看料子。好，走。哎，老板，那这些石头我是不是随便挑啊？什么？你还想挑？我这里可是批发市场，不是赌石场。我以市场价2倍的收。哎，不行，你出几倍的价格都不行。你要是把好料子都挑走了，那么以后怎么办？嘿，这生意怎么做？老板，我不细挑，我就随便挑挑。这样，你看着我挑，我挑完之后啊，你再决定要不要卖给我。行，那咱们可说好了啊。如果我一会儿觉得不行，你一个也带不走。行，老板，你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个蛇皮袋？小李，拿个蛇皮袋。哎，兄弟，你帮我撑着它。行。我这神之右手，一摸不就知道架势了吗？哼，老板，你可防不住我。不是，哪有人这样挑的？挑了跟没挑似的。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考虑以2倍的价格卖给我吗？当然，我还想着你会像赌石一样验得仔细，没想到你是随便挑，看上哪个就拿。那老板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钱货两清，绝不后悔。行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办好了，选好的料子已经送去切了。市场老板真的愿意让你挑啊？
一开始知道我要挑，说啥都不肯卖我。后来啊，看到我的挑法之后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挑倒是挑了，但我就是害怕到时候开不出来好东西啊。别担心，我只要手一摸，就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好东西。原来你赌石能力也这么强啊！不然我怎么有信心敢做玉石这门生意啊？林老弟，哟，你咋来了？他是我老师，让我给你送请柬的。这次宴会的举办人啊，叫王兴荣，是中京市最大的富商，常年在福布斯排行榜稳居第1呢。这么厉害啊！这次咱们还挺幸运，他人到中年啊，喜欢上古玩了，多次举办宴会啊，宴请各种人才。这次啊，还真巧选中了南疆市。不过我老实说啊，参加这个宴会的人身份都不低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表现。既然杨教授那么器重我，我肯定不会辜负他的。我很期待你在宴会上能一鸣惊人啊！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如果你这次真的能得到王老的赏识，那肯定对咱们的生意会更好啊。嫂子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反正我是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。哎，林啊，听说你现在做玉石生意啊？目前怎么样？我那个玉石过几天就能售卖了。哦，不错不错呀！今天这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可以与他们结交一下，对你以后有帮助。行。林燕，你竟然也能进来？这请柬上有我的名字，我当然能进来了。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你怎么跟我说话，我就怎么跟你说话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今日如此挤兑我，我日后让你好看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我们王老的宴会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老爷子上台。各位朋友，晚上好！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今天举办宴会的目的是什么。希望一会儿啊，你们都展现出实力来。这是我这2年收藏的听风瓶，但是真品只有1个。原来这是想让我们鉴定真假，从而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实力如何呀。这听风瓶一遇到风便会转动，但必然有一个是假的。你们谁能鉴定出来，我将重重有赏。王老这么有钱，奖品一定很丰厚，我一会儿一定要好好鉴定一下。哎，你别跟我抢啊！待会儿肯定是我第一个先鉴定出来的。林燕，你怎么不上去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实力，不敢上去啊？哎，王老拿出来的古董哪有那么容易鉴定？你就瞧好了，绝对没有人能鉴定出来。哎，沈会长，不如咱俩比一下，看谁能鉴别出来这个真假。哼，跟你个小辈比，那不是自降身价吗？沈会长怕是不敢吧？哼，比就比，如果你输了，你也要放下这副会长之职，还有，以后也不准进入玉石行业。沈德文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哪有你这么提要求的？哎，行，我答应你。但是你输了的话，你就要让出鉴宝协会会长一职。一言为定。哼，我要输给你这个黄口小儿，我也没脸在这会长之位上再坐下去。行。哼。王老，我呢跟这位沈会长打了个赌，就赌谁先鉴别出真的。年轻人胆量挺大的嘛，那我就期待你的表现喽。听风瓶，宋代产物，轻轻一吹，瓶子便会随底座转动，价值300万。沈会长，不如我俩交换一下位置，怎么样？哼，原来是这样让瓶子转动的。
你不鉴定，看着我干嘛？你是不是根本鉴定不出来？我鉴定完了，我等你呢。不可能！你说我鉴定不出来，那你看出来了吗？那你倒说说，你鉴定个什么结果？王老，我已经鉴定完了。那这位小友说说，哪一个是真的？就是这个瓶子。没想到小友胆量很大，本事也很强嘛。王老，谬赞了。他肯定是猜的，现场就2个瓶子，他就随手一指，这是碰巧猜对了。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我不光知道哪个是真的，而且我还知道假的为什么会转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这假的吧，瓶身里面涂满了磁粉，底座呢嵌入了一个磁铁，因为磁铁同性相斥的原理啊，所以使它遇到微风就能转动。你说的好听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那简单，拿一个仪器检测一下，不就知道真假了？哎呀，何必如此麻烦？这样就可以确定这位小友说的是真是假了。沈会长，这样还有什么意义？竟然真的被他说对了！这个赝品是听风大师的徒弟所做，他研究了10几年的方法，今天竟然被这位少年一眼看穿了。王老，您谬赞了。沈会长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我技不如人，我认输了，我愿意谢谢这会长之旨。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啊！这么多年都没人鉴定出来，你是第一人。你说想要什么奖赏？听闻王老的生意遍布各地，我是希望我的玉石能够在您的拍卖会上拍卖。这小意思，只要你的东西品质过关，你有多少我们便收多少。多谢王老。林燕，你又知道了？天哪，你今天一举成名了，只怕今晚过后，你就会成为整个商业内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人物了。好了，先别激动了，咱们坐下说吧。你知道最后我跟王老要了什么奖励吗？这我还真没注意过。我跟王老要了他们拍卖会的拍品参加资格。王老说，只要我的东西够好，就能拿过去卖。天哪，这可是全国最大的拍卖会啊！多少人挤破头都挤不进去，你竟然轻而易举的拿下了。也是王老器重咱们，给了这么好的机会。天不早了，咱们早点睡觉吧。明天一大早货就要到了，还等着老板娘你验收呢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天哪，这是帝王绿啊！没错，就是帝王绿。这品相，这至少值1个亿啊！放在拍卖会啊，还不止这个数呢。哎，嫂子，你再多挑几件，我准备好啊，直接拿去拍卖去。哎，忙着呢。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我这不是来祝贺你吗？大名人，好漂亮的玉佛啊！你在哪儿买的？啊，这个是我在原石市场淘来的料子，开出玉料之后找人加工制作的。你自己做的？哇，这得多少利润啊？不行，我想跟着你干。行啊，我们现在正好还缺人手呢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吧。那说好了。好。哎呀，终于起算完了。嫂子，辛苦您了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问问他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来验收。你好，我是林燕，我这边玉石准备好了，你什么时候？什么？王老中风了？什么情况啊？王老昨天晚上中风了，现在啊群龙无首，跟咱们的合作可能要终止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去王老那儿看看什么情况。好。孙大师，您终于来了，赶紧救救我们家老爷吧！
王老的情况不容乐观呐，再晚1个时辰，就真的没救了。什么？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们家老爷呀！好，我现在就施针。慢着，你这样施针是在害王老啊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？你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质疑我的医术！管家，麻烦你把他拉出去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。自从右手发生异变，我还学会了医术，如此施针，怕是在害命啊！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孙大师德高望重的人，今天居然被质疑了。就是，他都不懂医术，肯定是在这乱说。林先生，要不麻烦你还是先出去吧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大可以让他一试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样治好王老的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既然真的会医术，接下来你做什么都可以，我绝不阻拦。林先生，我家老爷还有救吗？你先让他们都出去吧，影响这里空气流通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让他们走。各位都先出去吧。这竟然是失传已久的九转还魂针法。老爷，老爷，您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前2天突然中风，找了好多医生都不行，最后还是林先生救了你。多谢林小友出手搭救，不然我就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救您是应该的嘛，毕竟王老给了我那么大的帮助，我也得知恩图报不是？哎，你说的对，知恩图报。我看你是做玉器生意的，我送你个玉矿怎么样？不，这我不能要。我知道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你千万一定要收下。行，王老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林先生，我家老爷的病已经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不过不排除有什么后遗症。这样吧，王老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我就每天过来给你把脉。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好。我送你。大师，您还收徒弟吗？我一定好好跟您学医术。我暂时没有收徒弟的打算，你还是放弃吧。管家，王老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多亏了林先生的帮助，王老的病情现在已经稳定了。这小子真的把王老治好了？没看出来啊，他竟然真的会医术，而且实力比孙大师的还强。那个管家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王老还需要你呢，你就送到这儿吧。大师，您就收下我吧，大师。这位是？您好，我是孙青来。原来您就是那位江南第一圣手啊！久仰久仰。已经不是了，现在您家这位才是第一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没听懂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刚刚凭借一手绝技，轻而易举的就救好了王老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啊？嫂子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解释。我呢是不会收你为徒的，不过呢，我有空的时候可以教你几招。好，只要您愿意教我，怎么都行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小燕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啊？我之前没事干的时候就看了几本医书就学会了。天哪，你这是又学鉴宝又赌石，现在还有医术，我真是得了个什么宝贝啊！嫂子，我不是救活了王老吗？他醒过来啊，就送了我一个玉石矿。什么？玉石矿？天哪，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，我们居然还能拥有玉石矿。嫂子，我一定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王老，你的身体啊已经康复了，而且比之前更强壮。真是太感谢林小友了，没想到你的医术这么强。这是产权转让证书，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吧。谢谢王老了。
你的那批货我已经派人去店里拿了，等拍卖会举办了，我再派人给你送请柬。王老，您还记得这个事儿呢？哎呀，这件事我怎么能忘了？王老真的是对我太好了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好，你慢走。谢谢你，奶奶，小伙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谢谢，再见啊。哎，这竟然跟我之前的一模一样，这玉佩有2块啊！这次我居然获得了修复和净化玉石杂质的能力，还有一个空间。哼，哎，啊，林老啊，抱歉啊，这么晚给你打电话。没事，林烨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林老，您之前给我看过的御苑，你们修复好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现在正为这事发愁呢。我找了很多专家，都修复不好。我最近啊，学习了一些文物修复的知识，我略有小成，所以我想着能不能试试看，我能不能修复得了。好啊，你明天直接来文物修复中心找我吧，我拿来让你维修。行，那林老，谢谢您给我机会啊。部长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他刚学习没几天，怎么能修复文物呢？让他试一试，也许能行呢。可这毕竟不是儿戏，怎么能让别人随便试呢？哎，林烨，你来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烨。林烨是吧？听说你要修复这块玉园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我自认为自己还真有这个实力。切，笑话！我们这么多人都修复不了，你个刚学没几天的就敢说你能修复？那是你们能力不行，自己不行还要觉得别人不行啊！你行与不行，暂且让他试一试，在这里吵什么？我就要看你究竟有什么实力。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开始你的操作吧。已经修复好了。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真的是刚刚学习修复文物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太有天赋了。怎么了？现在觉得我修复能力行了？哎呀，刚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向您道歉。林烨，每次遇见你都能给我个惊喜呀。林烨是吧？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把其他文物也给我们修一修？条件你尽管提。行。反正呢，我正好想试试我的修复能力。不如这样吧，直接让林烨成为咱们部门的副部长，也不能让林烨白干。部长，这恐怕不太好啊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啊？我考虑什么呀？这林烨的实力你都看到了，远在我之上，当这个部长都是屈才了。可林烨这么年轻，我怕他难以胜任这个职位啊！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他都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了，怎么不能成为咱们部门的副部长呢？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副会长啊？既然如此，部长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不反对。林老，多谢您的赏识。你干嘛去了？我这几天啊，去了一趟文物修复中心，帮那个林老修复了一件御苑。你还会修复？哎呀，都没事的时候自学的。天哪，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刷新我对你的认知啊！那你可得好好珍惜我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没了我上哪找这么厉害又多金的生意伙伴？是啊，小燕，你可是独一个。那必须的。林老弟啊，
你可要救救我呀！你先起来说。我前2天找龙家少爷龙白野玩，他说让我看看他们家的传家宝，结果让我不小心弄坏了。我就跟他说让我拿回家欣赏1天，这才没让他发现。这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肯定会找我麻烦。你先起来呗，起来再说。你看这可怎么办？把这碎片给我看看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把这古董修复了。你还会修古董？嗨，这能行吗？会不会看出什么破绽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把它修复的完好无损。来，放这儿。我去，东西够齐全的。不，好了。天哪，小叶，你这修复技术也太厉害了，这看不出来一点痕迹啊。我去，真的修好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有把瓶子还给龙少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龙少，那个李松鼠来了，另外那个灵燕也跟着一起到了。去把他们喊过来吧。是。龙少，我是来还你古董瓶的，说好了只欣赏1天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瓶子不是我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要诬陷我好不好？我哪敢动你家的传家宝啊！龙大少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找你们的鉴定专家过来看一看，他肯定认得。去，把他找过来。是。你来看看，这是不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？是的，龙家的传家宝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有没有被修复的痕迹？并没有，古董完好无损。不好意思啊，错怪2位，这毕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我得检查仔细不是？理解理解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怀疑的呀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李兄慢走，有空来玩。龙大少啊，我那个朋友其实很单纯，但我可没有。我希望你能收起你那些小手段。你不是说李松鼠把瓶子打碎了，这怎么还是好好的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天他明明就是碎了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林小弟啊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暴露了。你应该一早就暴露了。我没猜错的话呢，从你打碎这个古董碎片，这就是一个圈套，就等着你跳进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到那个碎片我就知道了，那裂痕一看就是新的，再加上刚才龙白野说的话，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。这一切竟然都是他的阴谋，害我这2天提心吊胆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，几天后还有个拍卖会，龙家到时候肯定还会有动静。不管了，走吧。林燕，没想到我旁边是你啊。是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
第一件拍品，红宝石翡翠项链，起拍价200万，现在开始拍卖。哎，嫂子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。300万，500万。龙少，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买项链干啥？本少爷有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行，你别到时候付不出钱。太小看我们龙家了，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第一件拍品归龙少所有，下面开始拍卖第二件拍品。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铜鎏金佛像，起拍价100万，现在开始拍卖。500万。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这件拍品也归龙少所有。接下来的这件拍品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帝王绿手镯，水种极其稀少，起拍价5000万，现在开始拍卖。6000万、7000万、1个亿。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1亿1000万。林先生喊价1亿1000万，还有没有更多的？1亿2000万、1亿3000万、1亿5000万、1亿7000万。李艳，你这是决心跟我作对？龙少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也是看上了这个镯子而已。龙少这么生气，你该不会是没钱吧？胡说，本少爷怎么可能没钱？2亿1000万、2亿3000万、2亿5000万。龙少，还是你阔气，我没那么多钱了，我就不横刀夺爱了。算你识相。2亿5000万，这件拍品非龙少莫属。完了，没带这么多钱，只能打电话给家里了。龙少，你怎么脸色看着不太好啊？哎，我略懂一点医术，要不给你看看？没有，我好得很。哦，天哪，这龙家也太有钱了，花这么大价钱买帝王绿。哎呀，反正咱也比不上，还是老老实实去看吧。接下来拍卖第4件拍品，帝王绿手镯。这个手镯与上个不同的是，它带有杂质，略微瑕疵，起拍价3000万，现在开始拍卖。现场还有谁竞拍吗？3000万。天哪，这人疯了吧？怎么看这个镯子都不值3000万。哼！李艳，这个镯子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这种，真是可笑。我买啥跟你有啥关系？哎，龙少，我告诉你个事儿呗，你刚才买的那个玉镯子，我的。什么？你说刚刚那个镯子是你的？哎，你刚刚是故意跟我竞拍的。感谢龙大少给我的2亿5000万呢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小燕，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有杂质的手镯干嘛？嫂子，我有办法去除这个杂质。你有办法？天哪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，请各位买家先留一步，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前去交易。喂，你现在给我卡里打2亿，这不是在拍卖会上花超了吗？快点吧。龙少，你咋还不走啊？我等着你给我转钱呢。不用急，不劳你催促。好，你快点啊。哎，林燕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这万一要是龙家他们报复怎么办？我也只是反击而已嘛，我这么做也是让人家知道咱不怕他。行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的。哎，嫂子，我等下呢就先去办手续，你回家等我。好，那我就在家里等你回来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李松守护着我。亮弟啊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他冤枉咱们卖的玉石是假货，还要砸了咱们的店。哼！龙白野竟敢动我的人，还败坏我们店的名声。怎么你们店里卖假货还不让人说了？我们店的东西
每一个都有鉴定证书，怎么可能作假？那你说这个手镯怎么解释啊？这可是我花2个多亿买的，结果拿回去鉴定，竟然是假的。这家店老板人这么和善，没想到竟然卖假货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以后这种人还是远离吧。你仅凭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店卖的手镯，就想定我的罪，真是……你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怎么，连我手上的这个都不算证据啊？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承认。给我上！我看谁敢动！你别过来啊！小心我报警！我看该报警的人是我吧。既然这事儿由玉镯引起，那我们协会就有义务来处理。都跟我一起回协会吧。行，正好让协会的人都看看龙家是怎么诬陷我的。听说有人在我们拍卖会上卖出去的东西是假货，于是我就过来看看。杨会长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王老能来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会查清此事，还你一个交代。证据确凿，这还查什么？此事甚大，不可单凭一个手镯就妄下定论。林燕是你们的人，你们协会一定会包庇他的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协会一向秉公处理，绝不会包庇任何。那就快点吧，给我个交代。行，我有办法证明这个手镯不是我的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死鸭子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狡辩。这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家的。我们店里出的东西啊，上面都有我们的标志，这个没有。龙白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林燕一定是骗你的，他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东西，不可能啊！哎，爸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小小年纪就敢冤枉别人？哎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在这里向各位赔罪了。今天的事，要不就算了。算了，他污蔑我店的名声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那林小兄弟想怎么办？我让他去我的店里，当众跪着给我道歉。说得好，今天的事儿啊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是今天不能让林小友满意了，那我们以后的生意也没必要合作了。好，你说怎样，那就怎样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，这太丢脸了。嫌丢人，你当初就不该这么做。快点按照林小兄弟的意思去道歉。道歉！我不该诬陷。大点声，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一直跪在这儿。我不该诬陷陆宝斋卖假货，也不该在门外闹事。我现在向各位道歉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陆宝斋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就说是被冤枉的。老板人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卖假货？今天我就放过你啊！再有下次，可不会让你这么好过。走吧，走吧。林老弟，这次这个玉石竞拍会排场还挺大的嘛。松叔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少了？对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。现在很多老客户都不光顾了，陆宝斋现在还有一大批货积压着呢。这肯定是龙千明搞的鬼。一旦我们周转不开之后，就低价把咱们的东西买回去，这对咱们损失特别大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天的拍卖会就是一个机会，也该让大家知道，龙家不是江南市唯一的供货商了。哟，林小友，没想到你们也来参加拍卖会了。龙家主别来无恙啊！
林小友第一次参加竞标，要不要我介绍一下？毕竟今天可是盲拍，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呀。哎，龙家主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呢，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会鉴宝。说不定今年标王的头衔就到了我头上呢。年轻人还是不要太狂妄，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。同样的话，我也送给龙家主。这南疆市也不是龙家一家独大的。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林小友竞拍了。难怪起拍价就要上千万，这些原石看上去都很不错。有小道消息说，今年最好的是3号原石。确实不错。只是竞标这个的人应该有不少，咱们未必就能讨到好处。林老弟，这次可全靠你了。如果挑到好的话，那利润就非常可观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记下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，刚才这个人偷了你的本子，上面都是你记的编号，这被人拿走了，他们肯定要拍下你选的原石啊。没事儿，我还有别的计划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你确定是从那小子手里抢过来的？老板，千真万确，是我亲自动的手，他根本没有察觉到。你先出去吧，别让林燕那小子看到你。是。原石的编号和价格我都报上去了。接下来咱们就看竞拍结果了。有小道消息说，龙千明砸了8000万买3号原石啊！哟，这么大手笔，龙家果然还是太有钱了。看结果了。这陆宝斋是谁呀？怎么没听说过呢？林燕这个人你知道吧？他就是陆宝斋的合伙人。原来是他，没想到他这么有实力。这次的原石啊，竟然有一半让我们给拍到了。林老弟啊，你太神了！都在我的预料之中，而且果然是龙千明偷了我的本子。他竟然这么信任我，把我本子上写的编号全拍下来了。这下他可赔惨了。哇，你们看，终于要出来了，开始了，这是标王啊！哎呦，不用说，一定是龙家了。没错，刚才陆宝斋挑的那个6号，一看就是人工石，能开出来东西才怪。我把林燕本子上写的原石全买了，今年的标王一定是我的。我天，居然是陆宝斋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天，真是陆宝斋！他们就太厉害了！是啊，是啊。哎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要切了，要切了！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？就是啊，这能行吗？这表皮一看就是人工石啊！而且在这么边缘的地方开一刀，肯定出不了绿。哎呦，出绿了！哇，出绿了！出绿了！哇，好大的脸！不愧是陆宝斋！哇！我是不是眼睛花了？这是开出黄龙玉了吗？天哪，这是什么逆天手气？这么大一块黄龙玉，估计要上亿了。林老弟啊，咱赚大发了，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。不知林老板，这个能不能卖给在下？哎，你怎么抢先一步？这块黄龙玉我也看上了。你懂不懂得规矩？先来后到。别急别急啊，我们那个陆宝斋有好多开了之后还没有加工的玉料，大家真想要的话，可以去店里挑选。早说呀，那我可要到你店里逛逛了。随时恭候。好，年少有为呀，真厉害呀！哎呦，龙家主发那么大的火干嘛呀？好
好你个林燕，你竟然在背后算计我！哎，这原石可是你自愿买的啊！好，难怪我儿子会栽在你手里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把你小店搞破产！话别说太早，到时候谁破产还不一定呢。你要是能把我龙家搞破产，算你有本事！马上给我运一大批玉石来，我要让玉石价格暴跌，跟林燕打价格战，我就不信打不赢他。叔叔，你让店里的人这几天都小心一点，到手的货一定要看清楚。这一次摆了龙千明一道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告诉他们，让他们都仔细点，绝不会让人钻了空子。今天人这么多。是啊，今天这人多的我都忙不过来了，全都被你吸引来的。这不说明咱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今天的竞拍会怎么样？这里人太多了，我都没时间关注。我呢，今天拿到了今年的标王。以往每年都是龙家的，今年竟然被你抢过来了。那是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不过这次我是彻底把龙家得罪了，你也得小心点。我估计啊，他肯定会对咱们店下手的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嫂子，你在这儿叹什么气啊？你没发现这几天的生意明显不如上一周了？发现了呀，很明显，龙家那边开始搞事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已经让松鼠去调查了。林老弟啊，龙家正在低价卖玉石，很多顾客都被吸引过去了。小燕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是再这样下去，那咱们店的生意只怕是要没了。别担心，嫂子，我和李松鼠先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走。我们龙家最近得到一批好玉石，现在低价出售，先到先得。竟然还有这好事儿！这便宜我不赚谁赚？这可比陆宝斋便宜多了。我以后就在这儿买玉石了。瞧，进。哟，林小友怎么来了？你也想买我们龙家的玉石吗？龙家主，你这么做就不怕最后亏本啊？我们龙家家大业大，底蕴深厚，有这个资本，不像你那个小店根本经不起折腾啊。看来你这是有意在针对我呀？没错，就是在针对你，我就是要让你生意做不下去。那你可要加把劲了，看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。哼，走。什么意思啊，龙家主？难不成你卖的是假货，不敢让我看呐？我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还是回去好好守着你那个小破店，别最后干不下去，求着被我收购。走。哼。你们去看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这龙千明啊，果真在低价出售玉石，但是啊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什么不对劲啊？刚刚啊，我说要进去的时候，他死活不让我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在卖假货，他的神色立马开始紧张起来了。对，他肯定是心虚了。我估计啊，他就是在卖假货。按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做亏本买卖的。天哪，这堂堂龙家竟然敢卖假货！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龙千明就不怕他龙家要完啊！咱们呢，先关业几天，让他放松警惕，然后盯紧龙千明，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供货商，再把他们卖假货的事公布于众。好。喂，李松鼠。喂，林老弟，我发现龙千明正在秘密和别人进行交易。你在那里站着别动，我马上就来。好，我给你发定位。龙家主，好久不见。你确定这些可以以假乱真？当然，我们做的仿品那可是很多鉴宝师都看不出来的。龙家主你就放宽心吧。没问题就行。龙家主既然收下了，那这钱……放心，钱这方面不会少你的。那就好。林老弟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再不来，他们可就要走了。你去外边制造点动静，引他们出来，然后赶紧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好。
你们2个留在这里看着，你们3个跟我出去。你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马上要完蛋了。你们2个，给我抓住他！上！大侠，放过我吧！你有什么尽管拿去。林小友深夜到此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龙家主来这里又有什么事？我自然是来进行交易，反而是你，为什么打晕了我一众手下？咱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今晚是来交易假货的吧？竟然被你发现了！听说你们店都关门了，竟然还有闲心来调查我的事情。哼，关了门才能闲下来查嘛。哎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竟然吓一跳。龙家主，你说我如果把这件事情捅出去，你说你们龙家会怎么样？那你觉得我今天会让你从这里走出去吗？那你觉得我今天会让你从这里走出去吗？龙家主，你这是准备杀人灭口吗？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在镜头面前动手啊？哎呀，大家好啊！刚进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猜我来废弃工厂看到谁了？龙家家主林小友，看，你想走便走，何必如此呢？来，你看这样，早这样说，我也不会用这种方法。我不见了，所有人都给我出去搜，今晚必须找到这批假货。是。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林燕，林燕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凭我的本事，怎么可能回不来？还有人在这呢。林老弟，那批假货你拿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家伙，肯定能搬到龙家。明天咱们就去玉石协会，让大家都看清龙家背后干的肮脏事。不知杨兄叫我过来，所谓何事啊？龙千明，你就别装了。林燕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说的是什么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还要我说的再明白点吗？你恶意压低玉石市场的价格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卖假货！哦，没有证据的事儿可不能乱说。一定是我打压陆宝斋，让他们做不成生意，所以就故意污蔑我。谁说没有证据了？龙家主，昨晚找这东西一定找得很辛苦吧？可惜已经被我拿走了。不可能，这玉石你是怎么……龙千明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想说的？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就是我的？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呀？我就知道你会狡辩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把人带上来。我不是让你跑了吗？你怎么被抓住了？那当然是我，一早就预料到你们会跑，于是专门派人去把他抓了回来。所有的假货都是龙建明让我干的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对你不防吧？你竟然出卖我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这下你算是彻底没话说了。林燕，你就这么想置我于死地吗？这叫什么话？这是你自己作的，怎么还怪我呢？来人，把他带去警察局，让法律制裁他。我已经让我儿子逃了，他一定会替我报仇的。啊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儿子呢也已经被抓住了，你们龙家一个都别想跑。林燕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林燕，多亏了你在，清除了龙家这一个毒瘤，还玉石界一股清流啊！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。还真是没看错人。我说林老弟啊，
你俩都是单身，又都喜欢对方，干脆在一起算了。你们不着急，我都替你们俩着急。你咋来了？嗨，我这不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吗？现在啊，龙家倒台了，很多顾客纷纷转道，都要来买咱们家的玉石。我这边的订单已经快爆了。这个呀，我已经猜到了。你赶紧把咱们之前闭店攒的东西搬走，我们明天就开店。行，还是你有先见之明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继续。安如雪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你能不能跟我出来一下？你以前对我可都是命令的语气，怎么现在变了？人都是会变的。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，嫂子也不是什么外人。林燕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现在，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吧？哦，是想跟我重归于好啊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了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林燕了。林燕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，你无非就是看我现在有权有势的就想跟我和好，啊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林燕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你不就是这种人吗？好你个林燕，我低声下气过来讨好你，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！哎，你看啊，他现在已经原形毕露了。安如雪，以前是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想挽回已经晚了，所以就不要再来打扰小燕了。行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我走还不行？林燕，你终有一天会后悔。哎，绝对不会有这一天，你死了心吗你？小燕，你就从来没想过跟安如雪和好啊？像安如雪这种人吧，她眼睛里只有钱，跟她不会幸福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嫂子，你说的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？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一辈子都在一起的那种，永远不分开。我愿意，当然愿意了。嫂子，我会继续扩张生意的，给你建一个更大的陆宝斋，到时候你就安心当老板娘吧。那你还叫嫂子啊？叫习惯了嘛，我现在就改，我以后叫你文文可好？小燕，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，我都在背后无条件支持你。